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21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主题啊，第一个是习近平将出席拜登的气候峰会，第二个是澳洲取消“一带一路”协议，第三个是马云泡吧被围观，第四，张忠谋说大陆半导体落后5年以上。前面其实这几个呢都是一些后续发展，不是新发生的啊。我们会在最后通过张忠谋这番针对中国大陆、针对美国、针对韩国的一些半导体发展的情况，我们大体上会梳理一下，围绕着芯片这个半导体发展。包括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美国之间的这一些半导体产业的一些趋势，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前面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发生的，我们叫消息即时性的新闻。先说第一条，习近平。新华社报道非常短，一句话。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1日宣布，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22号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几句话讲完了那么拜登邀请了40位全球的领导人参加21号、22号2天的视频峰会。那这是应该是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26届缔约国大会，叫 COP26 的一个前奏那么这个 COP26 是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那么由联合国主办。中国的气候特使，中国有个气候特使谢振华和克里。那么4月15号到16号在上海进行了会谈，然后就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其实这次会谈核心内容就是习近平参加这个拜登气候峰会的一个安排。那么中国一直拖到明天就要开了，今天才宣布那么实际上克里访华结束这件事情已经谈完了那么在克里在上海期间跟这个副总理韩正进行了视频会谈。整个的中国在这个气候议题上的态度非常不一样的联合声明这么说，他说两国均期待4月22号到23号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双方会谈期间针对合作因应气候变化、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气候会议等议题进行了坦率、深入、建设性的沟通交流，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重启中美气候变化对话合作渠道，这是关键，这是重点我们画一个重点，重启中美气候议题的这个合作渠道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选择。从一开始我就说就是习近平一定会参加拜登的气候峰会，这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因为对中国来说，现在我们再重新审视中美关系，你就会发现我们讲中美关系有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叫政治基础。川普时代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岌岌可危对于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国不威胁现有的国际秩序。那么实际上这两件事情都在出现危机那么你可以看到川普政府是不断的提升美台关系的层级那么拜登政府走得更快，走得更远，
他直接建立了针对中国的这种战略联盟，甚至把日本拉到拉到了这个台湾海峡、台湾问题上面啊，所以其实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正在动摇，而对美国来说，中国持续的对外扩张，威胁了现有的国际秩序。对美国来说，这也是在受到威胁。美国之所以启动它的全面的机制，我们叫全政府机制啊。那么全政府机制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美国的战略利益受到了威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在气候议题上是非常认真的在跟美国谈合作啊。美国也就是说利用现有的这种战略态势，没有付出成本，让中国跟他合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选择。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把中国纳入气候议题是它的整体的对华战略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那我们就简单的就说一下这个，因为这个其实他还要看这习近平要在气候峰会上讲话，怎么讲些什么，我们还继续观察。这第一个。第二个，澳洲外长佩恩4月21号宣布取消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2项“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佩恩表示，根据外交关系法，决定取消4项协议，他们与澳洲的外交政策不符合，也不利于澳洲的对外政策。那么其中2份是“一带一路”协议，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和中国发改委签订，一份是2018年10月份签订的谅解备忘录，另外一份是2019年10月份签订的框架协议。外交关系法呢是2020年去年通过实施啊。澳洲政府这个法律规定，澳洲政府有权否决地方政府与外国签订的协议。这一次是联邦政府第一次使用这个权利啊。那么澳洲总理莫里森2月份曾经说，看不到维多利亚州跟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对澳洲有什么好处，而且他觉得要在几周之内就要取消这个协议啊。另外2项协议啊，这个协议是什么呢？是维多利亚州教育暨训练部在2004年和伊朗政府签订的谅解备忘录，还有另外一个是维多利亚州和叙利亚政府1999年签订的一项鼓励科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个维多利亚州是在澳洲吗？这个州是共产党在执政吗？真的非常搞笑啊！这个州怎么签的全是这样的协议啊？这是一个啊。那么大家知道，澳洲现在是在整个西方阵营对抗中国的最前线啊。他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摩擦。我们不多说啊，我们还是继续啊，还有很多。马云炮吧被围观，昨天在抖音上啊，有网友在抖音上发影片，说在酒吧里看见了马云啊。现在是一个什么世界呢？现在就是一个基本上很难你能在公众场合不被人看到的一个场景啊。那么影片中马云身后有4个保镖，马云有4个保镖，然后穿着黑色的 T 恤，脸很胖啊，脸胖发福不少。马云其实是蛮瘦的，也胖了不少。然后就谈笑风生，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轻松，又在泡吧啊。马云看来是很爱喝酒啊。去年11月到现在，马云应该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从蚂蚁集团上市到阿里巴巴的天价罚款，
到最近要求他卖掉媒体资产，到后来最近 FT 金融时报最近很活跃啊，金融时报说马云就向政府说你把我的蚂蚁集团拿走吧，股权我送给你，类似这样的话很多啊。那我当然不相信啊，你别人客气一下你还当真了，是不是？所以对马云的这个行踪，大家都很关注啊。那么你通过马云在酒吧的这个状态，好像没有外界说的那么严重啊。当然，这只是一瞬间啊，你转过头去，他泪流满面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不好说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现象啊。最后一个张忠谋啊，台积电的创始人啊，半导体代工领域啊，台积电执牛耳，没有人可以超过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全球芯片产业战中，美国、中国大陆这是两个最大的追赶者啊，那么追赶的目标都是台积电啊。那么张忠谋在一个昨天在一个今天应该是算今天吧，今天在一个论坛上，做一个发言。张忠谋说，他说美国的生产成本很高啊，大陆的半导体制造落后5年以上，台积电真正的对手是谁？大家猜一下，对，三星。至于这个英特尔准备迎头赶上，张忠谋说，他说英特尔称霸半导体世界，称霸了几十年。那么他曾经邀请这个英特尔入股半导体，投资台积电。但是那个时候呢，英特尔看不上代工啊，觉得这个做不大。那今年半导体这个英特尔自己宣布要投资芯片的制造服务，其实就是做代工啊，觉得相当的讽刺。张忠谋说，尽管美国积极争取补贴这个半导体制造，但是他认为美国生产成本明显的比台湾要高啊。那么虽然联邦和州政府都会提供短期的补贴，但是不能弥补长期的竞争劣势啊，因为毕竟美国的整个的生产制造业的成本还是高很多的。他说，这个几十年前美国的制造业就不红了啊，那么都是改做研发和金融等领域。那么对于大陆啊，过去20年，中国政府投资了数以万计的人民币投资半导体啊。张忠谋说啊，大陆半导体制造落后台积电5年以上啊，还不是对手啊。逻辑半导体设计落后美国跟台湾1到2年。张忠谋认为，在芯片制造领域，只有韩国的三星电子才是台积电强劲的竞争对手。为什么？因为制造优势和人才条件跟台湾很相近。对于台湾的半导体优势，张忠谋认为，人才是台湾在芯片制造方面的优势。台湾有大量的优秀的敬业的工程师、技工、作业员，愿意投入制造业。另外，台湾的经理人员都是台湾人，那么有高铁、有高速公路，交通方便，适合大规模制造人员的这种调动啊，那么也是台湾的优势。他说，比如说台积电，它有3个制造中心，一个是在新竹，一个是在台南，一个是在台中。那么经常有成千上万的这个工程师，你就不必搬家，你可以进行调动啊，因为需要赶工啊，就是代工这个行业就是需要加班啊。那么4月12号，美国白宫啊，那么召集了一场芯片视频峰会啊，像谷歌啊、英特尔啊、台积电啊、三星啊，有19家企业的 CEO 老板参加，讨论什么呢？讨论全球半导体的短缺问题啊。
那么疫情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半导体短缺，原因就是一个，当疫情发生的时候啊，半导体制造行业认为有疫情，需求不大，所以大家都开始，原来都会备货，很多代工的企业它都会备货，帮准备多一点货，它都会有库存。那既然需求没那么大，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降低库存呗啊，所以库存都在下降，备货减少啊。那么，但是其实全球经济复苏呢，超出大家的想象啊，特别是超出大家预期，特别是中国的需求快速上升啊。那么，然后这需求上升呢，原来我想准备10个产品的准备，我发现，哎呀，这不好买，怎么办？我准备20个吧。大家都在囤货，大家一囤货本来就不够，一下子上来，结果搞成现在的芯片荒啊。芯片荒呢，就很多汽车啊、医疗用品啊等等，因为现在电子产品没有不用芯片，所有的电子行业它的基本的装备就是芯片，因为如果你不用芯片，意味着什么？你这个体积会非常的大啊，所以它没办法，它全部都用芯片。那么3月份公布，美国公布它的基建计划里面，拜登政府准备投资500亿美元，用于资助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核心的内容向本土的工厂提供数十亿美元，就是10亿美元为单位的这种补贴。那么对芯片产业提供补贴是拜登政府的核心议程之一啊。那么今年1月份，芯片产业刺激政策叫芯片法案 （Chips Act），随着当年通过的这个国防授权法通过，受到了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广泛的欢迎。不过这个政策还需要经过国会单独，虽然通过了，但是还是要单独授权。那么芯片产业已经开始在响应美国政府的号召，干什么？把关键的产业链移回美国啊。3月23号，英特尔这个称霸这个半导体行业几十年，宣布了第一步扩产计划，投入2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建2个芯片厂啊。那么还计划在美国、欧洲继续扩产，同时把芯片制造能力开放给外部客户。什么意思？抢台积电的生意啊，开放就是我这个产能啊，你们可以给我下单，我来帮你做啊，就这意思。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盖辛格明确表示，政府的需要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啊，比如美国国防部需要建在美国或者欧洲本土可信赖的芯片产业链啊，这国防部提出的要求。英特尔目前正在参与国防部的合同竞标啊，预计将在年内公布更多在美国跟欧洲的这个投资项目。那么另外一个美国的代工的工厂叫辛格革新已经跟美国国防部合作。2月份辛格宣布，位于纽约州的8号工厂将向国防部提供安全可靠的半导体方案，用于制造国防部最敏感的系统。那么其实呢，美国 F-35最重要的芯片，用于 F-35的芯片谁在做？台积电在做啊。川普政府就说服台积电去这个美国建厂啊。川普政府当时已经搞定了，这台积电现在在美国建厂。那么除了美国，欧洲也非常重视芯片产业。3月9号，欧洲提出了数字罗盘2030的计划，给欧洲未来10年的科技定下目标。那么在芯片这个领域，这个计划呢，就是数字罗盘提出欧洲制造的芯片产值份额应该从去年的10%提高到20%，同时实现2纳米的工艺制程。2纳米就是现在最先进的工艺制程，目前只有台积电跟三星能够做到。
那么德国、法国还有17个欧盟国家达成协议，共同向半导体产业投资，撬动更多的资本进入这个行业。预计欧洲利益重要项目叫 IPCEI， 总投资500亿欧元，就是美国在加码，欧洲也在加码，但是这个需要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大概需要5年时间，5年时间会看到不同的场景。那么相对于欧洲，美国的芯片行业更为乐观一点，为什么？那么，这些扩产的这种动作，当然一方面是受到你最近芯片荒啊，那么你做这个动作，市场会比较接受。一方面政府有产业链安全的考虑，另外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芯片在整个科技领域竞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作用。我刚才讲，所有的电子产品，它的核心都是芯片，跑不掉这件事情。所以供应链安全其实是真正在这个领域下注的根本的考虑。因为从效率来说，把芯片这个又复杂又困难又只有少数这个寡头垄断的这个行业甩出去，把更有价值、更高价值链更高的这个产业握在自己手里，这一直是美国的策略，所以这才会有三星跟这个台积电的代工行业的发展。那么2月24号这个拜登签署这个行政命令，开启了美国整体供应链安全的突击检查。那么拜登当时在记者会上拿出一个芯片说这个芯片是什么？这个芯片就是21世纪马蹄铁的钉子。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马蹄铁上面少了一颗钉子，马呢就没办法奔跑，因为它没有马蹄铁马蹄铁钉不住那么可能导致整个王国在战争中失败所以说明这种芯片在数字经济是个基石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忽略芯片在科技竞争当中的这种重要的地位那么波士顿咨询公司BCG 也叫波士顿咨询集团，他的分析说是美国是在 EDA、核心 IP、芯片设计、设备这4个环节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那么欧洲在 EDA 设备主要是光刻机了将近占1/4的产值但是事实上是什么？事实上过去30年欧美由芯片制造重镇已经变成依赖海外代工，就是依赖谁？依赖台积电，依赖三星那么他们就把这个最复杂的这个环节甩出去这叫什么？这就变成叫 IDA 模式IDA 模式就是我做设计，我设计芯片我去抓需求，做设计，然后找人来代工。这就是结果呢，就是最先进的制程都掌握在台湾跟韩国人的手里。所以你要10年内要做到这个2纳米的这个先进制程，其实是非常困难。那么相对于欧洲来说，美国的芯片产业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为什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欧洲缺乏像手机这种终端客户那么美国有苹果，美国有这个手机制造商美国还有美国国防部，它有很大的需求。首先是欧洲没有这么大的需求，你没有这么大的需求，你盖这么多工厂，客户上哪找去？但美国不是，美国它有本土的客户，它有本土的需求，然后你在这盖工厂，你当然有优势。然后美国政府又在讲产业链安全，当大家都在讲产业链安全的时候，它的订单可能就在本土下。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要跑到美国本土去盖工厂的原因，就是他得拿到这订单，可能以后他如果在美国没有工厂，那如果当产业链安全成为一个口号，成为一个流行的政策的时候，那台积电可能那个 F-35的订单他就拿不到了。为什么？他的厂在美国没有厂，他现在在美国建厂就是防止这个现象，他也就是下注美国。其实很多，包括英特尔，英特尔就不用说了，英特尔很清楚，英特尔把这个美国政府的政策给吃透了。所以张忠谋在一开始说的那番话，其实完全是有针对性。为什么？对于台积电来说，三星是它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三星其实现在还是落后于台积电，特别是2纳米啊，这个台积电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三星的掌握程度没有台积电好，但是你给他时间，他就能搞定啊。所以对台积电来说，它最核心的竞争对手其实来自三星，但是英特尔有什么？英特尔有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在后头是在推英特尔，美国政府也在扶持美国本土的这种代工企业，所以有些单子他会给，特别是国防部这些单子，他当然不会全部给台积电，台积电是解决它现实的需要，但是英特尔是解决它未来的需要，所以其实对于台积电来说，潜在的竞争对手就是英特尔，所以他为什么前面的说那番话是有针对性的。那好，中国的情况是怎样？中国的情况就是它会成为一个芯片大国，这不是我说的，是波士顿咨询说的啊。波士顿咨询是这么说，他说1990年到2020年，它的份额从0增长到15%啊，就是中国在芯片领域，它的份额已经达到了15%啊。那么预计到2030年会达到24%啊，在量上会超过台湾跟韩国，成为第一大芯片大国。但是呢，中国呢在先进制程的芯片方面就没有办法啊。那么，先进制程唯一能追赶的就是中芯国际啊。中芯国际是目前中国大陆唯一能够提供14纳米的工厂，14纳米的代工。那么去年美国政府把中芯国际列入这个实体清单，那么10纳米以下的制程，它的发展会受到阻碍，就没办法搞。那也就是说，他要看美国政府的脸色了，让不让他搞，不让他搞，他就没办法搞啊。那么中芯国际就扩厂，其实中芯国际一直在扩厂，它就主攻28纳米以下的成熟工艺，也就是说，中国的跑哪些28以下的这个成熟工艺啊，所以呢，基本上对于这个先进制程虽然有一定的门槛，但是美国的芯片制造行业基本上大家还是保持一定的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因为美国芯片设计公司的产值，美国芯片设计公司产值超过全球的一半。大家知道，你做芯片设计，你最终是要干什么？要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就是你还是要，但是你自己没有工厂，你一定是找人代工。所以美国有大量的 IDM 的这种模式，这种工厂在这种企业，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产值设计就芯片设计产值在美国。那么这些设计公司，芯片设计公司，它最终都是用 IDM 的方式来运作。那也就是说，大量的订单会在美国发生。如果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产业链安全成为一个口号，成为一个流行的政策的话，
那这些订单会慢慢的从亚洲，就是从三星和这个台积电，慢慢的流向了美国的本土。所以美国本地的芯片产业，大家会被看好的原因就是这个，不是现在，需要多长时间？5到10年啊，5到10年。那么另外，欧洲怎么样？欧洲不被看好。欧洲不被看好的原因是什么？我刚才讲了2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欧洲的需求没那么大啊，欧洲需求没大。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这个还有这种人力资源门槛，还有制造业的门槛，还有这个欧洲的企业的这种灵活性还是不如美国，所以在从这个角度的来说呢，欧洲的芯片发展，没有美国看的那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就随着美国把这个供应链安全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啊，那么美国开始重启它的芯片制造的这个产业发展，我们可以形容就是说，拜登政府也在模仿，中国。我说中国有些人不高兴，也在模仿中国推动他自己的产业政策。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觉得中美对抗的结果是什么？中美对抗的结果，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美国也进入一个战斗格啊，什么叫战斗格？广东话，香港人喜欢讲金刀嘎，金刀嘎就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起来，我准备打架了，就叫战斗格。就美国现在开始进入这种战斗格。美国进入战斗格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点，他感觉到威胁，他找到了对手，他下决心把对手打败。美国已经进入这种 mode， 美国进入这种 mode 的时候，中国就要参加美国的制定的这个气候议题的议程，这就是现在的格局。你不要看人民日报、新华网上面骂的这个口气骂的那么狠，但实际上你可以看中国有一点，你可以看这个方向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进程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有点多啊，本来我今天还想讲花生米的故事，但今天来不及了，我们今天晚上讲吧，啊，好吧？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看看今天有什么高见，明谢欧优，谢谢。提问：王岐山今天在博鳌论坛里说，习近平是中国的元首，是否一种暗示习近平准备把国家总理的职务也兼任下来？我看到很多都在讲王岐山的这些各种分析，他的各种讲话，还有一个网友非常辛苦的把王岐山的每一句话给贴到我们的昨天的那个题目下面。谢谢啊，谢谢大家做很多的工作。王岐山，大家知道2点。第一点，中共有它的纪律啊，中共的纪律是很严的啊。王岐山是不可能在公众场合讽刺挖苦习近平，这件事情不存在。以这个为前提进行的各种猜测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王岐山他的行为一方面受中共的这种纪律的约束，另外一方面不要忘记了，老大是习近平，那还是老大，他可以让你，不是你了，可以让王岐山，痛不欲生。你知道这2个前提，你就知道王岐山那些讲话会在哪些范畴之内理解啊，好吗？提问：很少看到王先生在一期节目里说这么多的内容，而且方向性也不大同。
是不是说明今天的世界暴风眼已过，接下来是看哪片云下大雨？也不是啊，今天我们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们经常一些困难啊，就是说，我们当然是对我来说哈，我尽量的会把一系列的议题选择我认为今天最重要的一个拿出来整理成一个专题，这是最理想啊，最理想。但是你经常会发现，今天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议题，都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你比如说像今天你看，习近平不是完整的故事，这是一个后续性的故事，它是一个进程的其中一环节啊。比如说马云也是以前发生了很多，今天中间一段发生了一个片段啊。那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议题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比如说澳洲取消“一带一路”的协议啊，也是澳洲跟中国跟澳洲之间对抗的其中的一个动作。我不喜欢把一件事情拔高啊，然后把这个说的很大，撑起来一个故事，我不喜欢这么做啊。那么我还是按照它既定的这种属性和定位，比如说我们1到10，每个新闻有我们以1到10来分级，低于5，我是不会做专题的，我就会像今天这样啊，比如说马云在泡吧被围观啊，我就会把这件事情讲一下，顺便添一些什么呢？添一些短短的评论就可以了，因为它只有4或者只有3啊。那么要做成一个专题，大概必须超过5，也就是说，在我的打分当中，你必须超过5，甚至到6，哎，完美的是直接上8以上的这种级别的题目，就它又是新发生，影响又大，而且知名度又高的新闻，那我不用说，我直接拿来就做一个专题。这里面就是我们就会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打开新闻看了将近1个小时，全是小土豆，没有一件大的新闻，没有今天我们看过去全是小土豆，没有大的新闻。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我就选了张忠谋这个故事。张忠谋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小土豆，张忠谋这件故事只是张忠谋在一个论坛上做了一个发言，他的发言讲了几个点，但是呢，我之前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呢就是关于这个芯片发展的一个格局，特别是美国在推动产业链安全过程当中，它包括它的基建计划当中的芯片的东西放在一起有一个分析。我之前准备了一个材料，但是没有新闻我就没有讲，我就把它跟张忠谋这个新闻拼在一起，变成一个有点模样的一个题目，来跟大家讲。大家听了张忠谋的这个故事，然后顺便的了解，美国的芯片产业，全球的芯片产业，包括台积电，包括三星，包括中芯国际啊，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跟大家梳理一遍。我不会讲得很深，因为我也不太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芯片这个产业的情况，就着这个话题延伸下来。所以今天其实不是说这个方向报，是因为今天的新闻全是小土豆，那我就包装了一个这个台积电这个故事，包装成一个大一点的模样，否则今天我们全是小土豆，交代不过去，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啊。所以我们做内容就是一个有点叫什么，有点像靠天吃饭啊，我们必须就着当天的新闻来做。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什么？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我睡醒拿起手机一翻，哦，今天有大新闻，好了，我踏实了，洗脸刷牙吃饭。
我心里就在想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啊，等我饭吃完了，我心里已经大概知道我要准备些什么东西，然后我用1个小时非常从容、非常完整的把这个故事准备好，然后我就这个梳头、穿衣服，坐下来，我还有半个小时，那是最愉快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1个月发生不到1次啊，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啊。观点：华为动用各种国家资源，讲各种大话，搞各种排场，整天说自己很厉害，天天洗脑做爱国营销。哎，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啊。华为是个典型的浪费资源啊，以华为的资源做现在华为的这件事情，简直是浪费。叫什么？华为现在的行为叫什么？叫狗熊掰玉米，就一路走一路掰，永远嘎吱窝，掰一个玉米夹着嘎吱窝，然后再就是掰一个玉米再夹着嘎吱窝，永远是2个啊。台积电低调，只专注于自身的技术实力，平时不讲话，但浪头一来就能看得出谁是真刀实剑，谁只是耍嘴皮子。龙头企业文化也反映在两岸的政府水平，谁是真正的疫情模范生，谁是吹牛，一目了然，非常正确，非常同意。台积电的情况，其实与其说台积电很难离开台湾，不如说台积电离不开台湾的人才。台积电在台湾对人才的投资，讲一个我在大学的案例，就算不是顶尖大学的大学生，只要念电机相关的学系，台积电几乎是每个学生只要愿意就提供投片啊，就是试产的机会。这个方法让台湾机电系的学生在大学就具备一定程度的业界工作经验。该次投片的成本全部由台积电辅助啊，台积电至少这样补助了台湾学生超过10年，比起华为，这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什么叫大方？大气啊，这就是大气啊！你要成就大事，要有大气啊！大气是什么？大气就是长远的眼光，这才叫大气，不是使劲扔钱叫大气，是你有长远的眼光，做长期的投资，这就叫大气啊！像什么董明珠阿姨不行就砸钱，董明珠阿姨真的是不懂啊。情况，台积电的投片补助不只带动起台积电本身的人才库，联发科、台电等台湾电子业都是受益于这一措施，有源源不绝的工程师在大学和硕士毕业，直接能投入业界，这就是所谓国之重器。反观华为，除了收割韭菜以外，有多少反馈社会哺育人才的动作？华为嘛，我经常讲，华为是什么？华为发明了什么？华为发明了一样东西，就叫过劳死。中国最早的过劳死就是华为发生啊，后来才有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鸿海，就是这个叫什么？鸿海叫什么来着？鸿海发明什么？鸿海发明了跳楼啊。情况，张忠谋还说，中国举全国之力也做不出高端芯片。另外，台湾最强的3所大学，台清交啊，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其中台湾清华和台湾交通大学理工科很强，而且在新竹市，这些理工科的学生常常是毕业后校服换制服，直接进新竹科学园上班。所以新竹的高科技厂常常跟清华和交大、产经合作，一起培育人才。观点：我从事制造业大约30年，其中有18年在中国大陆。如果要做好半导体的制造，必须有几个条件，
就是大量优秀及专业的工程师，他们必须肯吃苦，值夜班，需要敬业，做事要能够细心，不能够粗心大意。情况，台湾新闻表示，广达遭到黑客攻击，近期也有一些大厂有类似情况，很多高科技大公司呼吁要加强培育资安人才，这样的情况恐怕只会更加频繁严重。我之前看过两个跟这个有关的，跟这有关的情况，一个就是韩国，韩国说他们遇到黑客攻击，还有一个是什么？日本是最新发生应该是昨天发生，也是而且日本讲这一波这个中国的黑客攻击背后是解放军所以台湾也要小心观点：拜登将气候议题列入基本国策，主要是因为这符合民主党的取向，而且可以也可藉由这样的全球性中性议题，重新建立美国领导世界的格局。谢谢你的建议我慢慢领会吧提问：王老师，中英关系往后怎么走？中英关系很微妙这个英国政府方面相对往后英国议会走得比较前，英国的对不起，我自己感觉英国政府还在观望什么？观望它切入点，什么时候进入它的切入点英国还没有做最后的，还没有下注。英国还是拿着他的筹码，站在赌桌边上看着这个局势的变化，他还没有下注。所以我觉得英国比较狡猾他对一些时机的拿捏是比较准，所以我觉得英国是觉得中美之间，就是美国还没有做到足够的动作，让英国觉得我可以下注了，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中英关系怎么走，关键是看这个，看英国政府他什么时候下注。他大概会觉得需要局势更明朗一点，就是说美国在很多事情上已经非常清晰的做出安排了，他才会下注情况约在6年前，我在加州遇到一位从台积电出来的工程师，他告诉我，当时台积电是一直在 copy Intel 的芯片工艺，但是大陆就用5倍的工资来台积电抢人才。当然，在台积电现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 Intel 了，当然都会这样，一定是这样。你像中芯国际就直接把他的他的 CEO 就是从台湾来的，那就不用说了观点：张忠谋说大陆的芯片制造和台积电差5年是非常客气的说法，这里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大陆可以不被世界制造制约的条件下，那么芯片制造按照不同的分类，各种工序有400到1000个，每一道工序都涉及专利、专有技术和材料，每一道工序不过关，只能出废品。不要说大陆，就是强大如今天的台积电，只要拿走少数几个技术、少数几种材料，台积电只有倒闭一条路观点：马蹄铁的钉子是另外一个西方的故事，大致上是说西方发生了战争，国王的马少了一根马蹄铁的钉子，冲锋后失蹄，国王摔死，导致战争失败。OK， 提问：目前就死了一个人是吧 ？OK， 提问：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还不如一个广东省，中国有30来个省，
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实力比俄罗斯大几十倍，但是西方媒体从来不把中国当威胁，总是把俄罗斯当威胁。请问王老师，这是什么原因啊？我认为啊，不直接把中国当第一威胁，把俄罗斯挡在前面，我觉得是个策略吧。啊，当然主要讲的是美国了啊，美国或者是英国了。拜登政府上来制定的一个基本的对华政策就是竞争为主，然后需要对抗的时候就对抗，需要合作的时候就合作啊，这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政策啊，就是说他和这个川普政府不一样，川普政府上来就是中国是我最大的敌人，中国是我最大的威胁，我要跟他对抗，我要跟他脱钩，我要跟他打，这是川普政府的态度。拜登政府呢说这样不行，这样我会有很多的损失，而且我其他的小兄弟们还没有把阵型准备好，我们先别跟他打，先应付一下，应付应付来自国内政治上的压力，来自民意上的压力，那么我就制定一个这个中性的政策，但我先做准备，我这么理解哈，我是这么理解，等我准备好了以后。图穷匕现，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策略。我觉得美国是这样的策略，英国就更不用说，英国他看美国，美国你都还没有图穷匕现，我干嘛举刀子呀？都不着急。所以现在的情况都是鸭子划水，脚底下使劲啊，这面上看不出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其实拜登政府话是这么说，但是手上没有停过。所以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对抗不是缓和了，而是更激烈，层次更高了，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说5年的，说5年的，真的太看得起人了。我作为深圳一个准建筑工程从业人员，目前的基建狂魔，1940到1960年，西方粗野主义拆模即用的清水混凝土墙做不出来。蛇口文体中心设计院做了几百平方的清水混凝土墙，不是干挂混凝土板。承包单位老板亲口跟我说，他找设计院商量改价格更贵的石材墙，按原价亏损做，设计师以效果为由拒绝，他气愤了啊。OK， 清水墙都做不出来，不会吧？啊，真的吗？这么落后啊？啊，观点，如果说现在中国的集成电路落后5年，那么已经是极大的进步。20年前，我们业界普遍认为是落后了20到25年。OK， 好，情况，中疾控调查报告称，西安一医生接种疫苗后被感染，是由于他在发病5天前可能暴露于携带有英国变异病毒环境条件中。事发1月有余，情况解释姗姗来迟。抛开内容站不住脚的细节，一次次的官方解释、官方定义、官方辟谣，让我发现，当我看到这样的戴着官方帽子的宣召，第一反应就是厌恶，其次就是不信任。我们生活在高度依赖分工合作的现代社会，信用是基础的基础。而当这个国家机器本身就是谎言的制造者，谈何信任，互害社会，非常正确。如果他现在跑出来解释是变异的这个环境的话，那高福之前在央视上面胡扯八道什么，对吗？高福在央视上面胡扯八道什么啊？观点，大部分中国人在大陆没有安全感，经济温饱没有保证，一切其实是心理不安的外在体现。现实就是可见的未来没有希望，越来越不重视自身的发展和健康，只剩下精神上的亢奋，瞧不起其他人，笑话其他人的困难。情况，半年前肉翻
今天大陆公安通过我的母亲联络到我，说我因为在2019年网上发表关于香港的言论，让我回国自首。本人是非常普通并且比较沉默的那一类，大多只看不说，只是偶尔会隐晦地发表一些看法，但铁拳如期而至。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可能无法回国，且已有觉悟，但我父母现在可能处于危险之中。现在的想法是尽快转移国内资产，并把父母想办法安置下来，避免受到波及。虽然这很难，我也会努力争取。这非常可耻啊！这非常可耻啊！这种行为是可耻下流啊，非常下流。希望这位网友尽快的把你的生活安排好。还有就是很多的网友，我建议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有2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千万不要抱有幻想，就是说上次这个周侃其实叫周强啊，周强回国是失联啊。那么现在也有很多说法，我不管的说法是什么，我就一条，千万不要抱有幻想啊！所有的祸都源自于抱有幻想，这第一个，你把这事情想得最坏就对了啊，这第一条。第二条，如果当你不抱有幻想的时候，就要立刻行动起来，把该做的事情都把它做完，就这2条啊，大家参考好吗？不仅仅是这位网友的事情，还有很多网友会有其他的事情，大家就记住这2条。第一条，不要抱有幻想，把事情想得最坏就对了，这第一条。好，你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这样的认知，马上行动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全部做完啊。情况，今天上午参加山东省政法系统工作会议，会上要求以后被点名批评和要求整改的部门人员要做大会检查，就是在会上做检讨报告。会后很多同事人心惶惶，政法系统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在司法系统工作了17年，有些普通人不知道，我们多少知道一点。现在这么搞，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不敢想。你要看一下昨天我们的节目啊，政法系统现在在叫教育整顿。教育整顿是什么？教育整顿就是人人过关。去年教育整顿，司法系统的教育整顿，试点单位统计数据是8个人，每8个人处分1个。你自己想一下，你们山东政法系统要处分多少人，自己算一下啊。所以，不用想，你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也不要抱有幻想啊！情况，我在外企工作20年，从事 IT 软件和应用行业。近年来，因为中美关系的原因，很多大型客户不再购买美国的产品，转而要求购买华为。其实客户也不愿意，但是政治要求不得不用啊。情况，我有个高中同学，研究生学的是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他告诉我，当时他同时学了思科认证和华为网络认证，发现华为的代码80%以上和思科一模一样，剩下的只是有些思科的代码改了自己的名字，毫不夸张的说就是山寨版的思科，几乎没有自己的真技术。这没有疑问，这没有任何的疑问。华为夸张到什么地步，连说明书那个思科的名字都没改过来，这个现场抓的，这都是啊。这个华为怎么说呢？华为偷东西，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核心的不是偷东西，核心的不是说什么。对国内的产业来说，很多行业来说，华为进入某一个行业，那个行业寸草不生，这是让人最痛恨的地方。他比如说他进入这个行业，进入印刷行业。印刷行业寸草不生，为什么？低价政策摧毁所有的对手，然后他就成为市场的唯一的
剩下的人，就干这种事情，这是非常痛恨的。情况作为中国的建筑工程人员，清水混凝土需要时间护养才能拆模，而且混凝土的浇筑情况非常的差，都是在敷衍形式而已。OK， 观点：美国人的广场协议让日本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你确定吗？想请教一下王先生，日本泡沫经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我这件事情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我给大家安排过一个功课，就是去看看到底广场协议讲的是什么所以你先把广场协议是什么再搞清楚，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好吗？情况日本的台湾金钻凤梨热潮未减，驻日代表谢长廷今天视察东京铁塔台湾季美食活动，得知主办单位备妥8万颗台湾凤梨，感到惊讶。OK， 情况：澳洲是联邦制国家，州政府的权力很大。我问了澳洲工党的朋友，联邦工党直接支持澳洲联邦政府立法，而且声明反对这个“一带一路”协议。其实这就是个备忘录，内容非常空洞。签协议的时候，那会儿 CCP 还在疫情之前，跟中国的关系政治上会加分，而且可以恶心一下联邦政府，做个政治博弈。结果后来中国又是新疆议题，又是新冠肺炎，基本现在和中国有联系的东西都成为政治负资产，非常对。提问：俄罗斯征兵是否想和乌克兰开战？俄罗斯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时候准备开战？还是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目的是什么？俄罗斯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剑拔弩张俄罗斯威胁要打，那么美国说你敢打试试，所以到现在还没打，现在情况就是这样那么以俄军的实力来说那么俄罗斯要占领乌克兰东部地区没有太大的困难这军事实力还是有差距，跟乌克兰跟俄罗斯相比当然俄罗斯更大，这没有说但是俄罗斯敢打吗？我觉得在关键的时候其实你看苏联你就知道苏联真正有没有跟美国打过？没打过，关键时候都服软，为什么？还是拳头说话到底哪个拳头硬所以美国的态度非常的清楚，你动试试，你会付出代价，这句话就够了。所以我不相信俄罗斯会动手，这个独裁政权最喜欢吹牛，你就看看他吹吧我不相信他会打了他你想一下，万一打败了怎么办？万一美国出手呢？这是不可承受的后果，独裁政权提问：帛琉总统会述人说，中国那套行不通，不能靠殴打老婆来逼人爱你。而郭台铭前阵子和访台的反中帛琉总统会面，赠送台湾水果，相谈甚欢，这是否有政治意涵？郭似乎不怕此举惹到中共。我没看到这个新闻，我没看得那么细情况在欧洲的大企业都支持相关高校培养大学生，提供大学很多设备，提供很多学生实习和做论文的机会，这是欧洲的惯例，我也是这么进公司的。OK， 情况：美国军用的晶片不少有特殊的要求，比如抗核辐射等，要用一些特殊的生产工艺，不能用民用品
不能用民用品啊。OK， 观点，上一期听了王先生关于国际学校统一必修课的话题，我是最后一批80后接近90，我们这一代虽然从小也有思想品德课，中学政治课，大学茅盾三等等，但是周围同龄人当时都不算粉红，而且那时候语文、政治、历史老师会讲很多书本上不一样的批判和启发思维的东西，所以对85、95整体感觉还是有希望。但是看现在的教育制度，加上现在95后的整体言论，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我们不能够完全说没有希望啊，这里面有几个。第一个，是的，中共在教育这个领域是加大了这个力度的啊，但是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在很多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也不见得那么严谨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变量，所以一方面啊，家长也可以做一些工作，另外一方面，当然，中共做起正事来就是千疮百孔，做起坏事来滴水不漏，这倒是真的。所以大家要谨慎，保持警惕就对了，好吗？明谢麦克猪，谢谢啊，米卡卡，谢谢 Helen，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